好，你好，人类好，我不是 Mickey。你猜到我是谁了吗？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这故事比我们之前写出的最有趣故事还要有趣。等你准备好，就让你见识一下 MA108。在阿巴绕光南部一个无聊的小镇里，有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名叫杰克。他的生活毫无特色，每天过着无聊的日常。然而，一个悲伤的事件发生了，他的亲爱的爷爷去世了。爷爷的死对杰克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不是因为他跟爷爷感情有多好，而是这让他想到自己的生命终有结束的一天。没想到，他那些穷到只剩钱的家人们突然有了一个疯狂的主意，他们决定利用科技力量重生爷爷。他们请最近在美国走红的阿巴绕光翼科学家米开朗基罗将杰克的爷爷的基因从遗体里提取出来，并利用复制人技术创造一个完美的复制人，总共花费13亿光币。哦，这难道不违法吗？或许吧，但这可是一个疯狂的国家阿巴绕光。然而，等复制人爷爷被货运大哥送到府上，大家却发现这复制人是如此的无聊，他与原本的爷爷没有任何区别。杰克与他的家人们都对这个复制人感到失望，他们觉得他的爷爷应该更有趣，有更多的个性和梦想才对啊。不过仔细想想，他爷爷好像原本就是这副德行，每天都是这样。反正既然重生了，机会难得，杰克决定让爷爷振作起来，于是把他自己珍藏多年的小黄书拿出来给爷爷看。爷爷一开始就是那副无聊的样子，不过他越看眼睛睁得越大，嘴角也慢慢露出了幸福的微笑。杰克很高兴，他觉得他找回了爷爷的精神。但是他也发现一个问题，一天又一天过去，这复制人越来越不像爷爷，他开始有属于自己的无聊，甚至还对一些年轻女孩子产生浓厚兴趣。杰克突然感到困惑，他搞不清楚这个复制人到底是谁，是他的爷爷，还是一个陌生人。杰克决定向他的远房亲戚寻求帮助，虽然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如此特殊的想法与决定，大概就是所谓的灵光一闪吧。他由衷希望他那些远房亲戚能给他一些富有正面价值的解释与建议。于是他告别了身边的亲人与朋友，将复制人爷爷带离家乡。杰克开着车与爷爷进行了一趟公路之旅，从阿巴绕光南部一路向北。他们两个全程都没有对话，这是一趟世纪无聊等级的公路之旅，如果拍成纪录片的话，会是让人难以想象的事情。终于，杰克与爷爷到了追城，阿巴绕光北部最大的城市，那些远房亲戚就住在这里。他与亲戚们在餐厅里见了面，这些亲戚都很惊讶，他们觉得这个复制人太像爷爷了，但又有些不同。他们告诉杰克，这个复制人是根据爷爷老年时的基因创造的，虽然有爷爷的外貌和记忆，但却有自己的生命发展。他们说，这个复制人其实是一个新的生命，他需要自己去探索体验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跟目标。杰克听了之后，内心感到惆怅，他觉得这些亲戚一点帮助也没有，他只能跟爷爷两个人低头着，在餐厅里默默把他们的鱼肉、鲨鱼、旗鱼头、海螺、海胆、腐乳、茴香螃蟹、蜂蜜、鳃鱼、木蛤、嘉蛤、公鸡、水鸡头、野兔、新酒吃一吃完。那是一道虚构菜名，源自于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一部戏剧《妇女议会》，它是由至少16种甜酸的食材组成的一种炖菜，包括鱼片、鲨鱼或鱼、腐烂的小鲨鱼头，一种多种食材磨碎和捏合在一起的辣味菜，一种现已灭绝的巨型茴香，一种螃蟹、虾或小龙虾等等。用完餐之后，杰克内心有一丝遗憾，他明白了这个复制人不是他的爷爷，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想到了自己和这个复制人一起走过的路，一起经历的事，一起分享的静默。他觉得自己对这个复制人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不是亲情，也不是友情，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
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感情，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复制人。杰克决定和这个复制人爷爷好好谈一谈，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来结束他们的关系。在告别亲戚之后，他带着这个复制人去了附近一个安静的公园。他们坐在一张长椅上，他开始向这个复制人表达自己的心情。他说他很感激这个复制人给了他一段无聊的时光，让他重新感受到了属于爷爷的静默。但他也说他知道这个复制人不是真正的爷爷，而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感情的生命体。他说他不想再束缚他，不想再让他活在爷爷的影子底下。他说他愿意放手，让这个复制人自由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与梦想。说完之后，他在公园放生了他的爷爷。复制人爷爷看着杰克的背影，沉默许久。他想给杰克最后一拳。他有些心酸，但也有些释怀。人就是必须不断完成一段旅程，不断为另一段旅程做好准备。他们分开后，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消失在这座巨大的城市之中。故事到此结束。这个故事有趣吗？我觉得太有趣了。那两个人到底有多无聊啊？我一度想继续看下去，不过还是结束了耶。如果你变得心情复杂的话，都是 Mickey 的错。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那么我们下次见，拜拜。